赵丽颖会后悔吗？冯绍峰被95后女友捧在手心，离婚5年后他活成跌界天花板。娱乐圈最不缺的是什么？是热搜，是流量，也是那些明明已经翻篇，却总会被网友反复提起的旧故事。而赵丽颖和冯绍峰无疑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对。欢迎来到华语娱乐频道。最近，一则关于冯绍峰与95后女友周琳家同框的消息再次引发网友热议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凭借新作品持续霸屏，事业版图不断扩张。于是，一个老问题又被推上舆论场：赵丽颖会后悔离婚吗？双引号。坦白说，每次看到类似话题，我都会觉得有些好笑，因为5年过去了，两个人的人生轨迹早已完全不同。与其讨论谁后悔，不如看看他们如今到底活成了什么样子。或许答案比所谓的复婚传闻更有意思。很多人都说赵丽颖这些年越来越像一个事业机器，但在我看来，她更像一个从来不敢停下来的人。出生普通家庭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源，没有所谓的人脉资本，她一路走来靠的是自己。从陆贞传奇到花千骨，从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到风吹半夏，再到近几年不断尝试现实题材作品，赵丽颖几乎把演员能走的每一条路都走了一遍。有人羡慕她的成功，可很少有人真正理解她为什么这么拼。曾经有一次采访中，赵丽颖坦言自己害怕贫穷，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却透露出她骨子里的危机感。很多明星在爆红之后会逐渐放慢脚步，但赵丽颖没有，她似乎永远处于奔跑状态，凌晨拍戏，深夜开会，转场赶通告，研究剧本，分析角色，甚至连休息时间都在讨论作品。这种状态让很多同行都感到惊讶。飞天奖领奖现场的一幕曾经感动不少观众。舞台上的她光鲜亮丽，聚光灯下她是万众瞩目的实力演员，而后台镜头里她却蹲在地上和工作人员一起吃盒饭。没有明星架子，没有刻意营业。那一刻，很多人才发现赵丽颖似乎一直没有变。无论红不红，她始终保持着最初的工作态度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逐渐完成了从流量演员到实力演员的转型。业内不少制片人都曾评价过赵丽颖，他们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定。稳定的收视率，稳定的口碑，稳定的市场号召力。对于资本来说，这种演员极其珍贵，因为他身上几乎看不到巨大的风险。从行业角度分析，赵丽颖如今最大的优势已经不再是颜值或者流量，而是不可替代性。她拥有观众基础，拥有奖项认可，拥有商业价值，更重要的是，她拥有持续创造价值的能力。这是很多流量明星无法做到的。相比赵丽颖的高强度工作模式，冯绍峰这些年的变化则显得格外有趣。曾经的他是《宫锁心玉》里的八阿哥，是《兰陵王》中的深情男主，是无数观众心中的古装男神。但如今提起冯绍峰，很多网友第一反应竟然是那个特别会带孩子的爸爸。双引号，这听起来有些意外，却也十分真实。这些年被媒体拍到最多的画面是什么？不是商务活动，不是红毯，而是陪儿子接送上下学，逛公园，买玩具，吃甜品，参加亲子活动。网友甚至调侃，别人养娃靠保姆，冯绍峰养娃靠自己。双引号，当然，这里面可能有媒体放大的成分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公众确实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冯绍峰。过去的他总给人一种距离感，如今却越来越接地气。
尤其是在面对孩子的时候，那种发自内心的温柔根本藏不住。有心理学专家分析过一个观点，离婚后的父母如果能够持续参与孩子成长，往往会形成更成熟的人格状态，因为他们会重新思考责任与陪伴的意义。从这一点来看，冯绍峰确实发生了改变，他不再执着于证明自己有多成功，反而开始享受生活本身。这种变化也让很多观众重新认识了他。周林家的出现，某种程度上让冯绍峰再次成为话题中心。年龄差19岁，咖位差距明显，外界自然会产生各种猜测。如果放在10年前，这样的恋情大概率会遭到大量质疑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这次舆论并没有想象中激烈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看到的相处方式不一样。过去娱乐圈很多情侣给人的感觉是资源绑定，而冯绍峰和周林家被拍到的画面却充满生活气息，一起逛超市，一起排队，一起吃路边小吃，一起看电影，没有刻意摆拍，没有高调秀恩爱，甚至很多照片都模糊得像打了马赛克。可偏偏这种普通感最容易打动人。情感专家认为，成年人进入第二段感情时，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激情，而是情绪价值。这一点在冯绍峰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。经历过婚姻，经历过离婚，经历过舆论风暴，到了这个阶段，一个人真正需要的可能只是舒服，有人理解，有人陪伴，有人愿意分享日常，仅此而已。事实上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已经5年，但关于复婚的话题从未停止。同款窗帘，同款衣服，同款背景，每隔几个月就会冒出来一次，有时候连旁观者都觉得疲惫。为什么网友如此执着？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很多人对他们的婚姻始终抱有遗憾。从恋爱到结婚，从生子到离婚，一切发生得太快，快到观众还没反应过来，故事就结束了。人们总是对未完成的故事充满幻想，于是复婚传闻不断出现。然而现实往往比电视剧更理性。当赵丽颖工作室公开辟谣，当冯绍峰与周林家持续稳定交往，答案其实已经非常明确，他们都已经走向新的生活。复婚或许早已不在双方的人生规划之中。关于离婚原因，外界有无数猜测，聚少离多，性格不合，事业差距，家庭观念不同。但在很多婚姻研究专家看来，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某一个具体事件，而是人生目标的差异。赵丽颖属于典型的事业驱动型人格，她习惯向前冲，不断挑战新高度，不断追求成长。而冯绍峰则逐渐转向生活驱动型人格，家庭、孩子、情感陪伴，这些在他生命中的权重越来越高。当两个人的发展方向越来越不同，即使没有原则性矛盾，关系也会逐渐出现裂痕。这并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选择不同。很多普通夫妻其实也面临类似问题，一个想拼事业，一个想回归家庭，时间久了，双方都会觉得委屈。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赵丽颖和冯绍峰的故事并不特殊，只是被放在聚光灯下无限放大而已。关于两人的现状，网友观点一直存在明显分歧。支持赵丽颖的网友认为，女人最大的底气永远是事业。双引号，赵丽颖靠自己走到今天，太励志了。双引号，离婚后越来越强大，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。双引号，支持冯绍峰的网友则表示，好爸爸比好演员更难得。双引号，
愿意花时间陪孩子的父亲值得尊重。双引号，这种松弛感才是真正的人生赢家。双引号，当然，也有人持不同意见。有人认为赵丽颖过于拼命，有人觉得冯绍峰事业下滑明显，还有人感慨，如果当初都能慢一点，也许结果会不同。双引号，这些声音没有绝对正确，因为每个人理解幸福的方式都不同。赵丽颖真的会后悔吗？这是文章开头的问题，也是网友最关心的问题。但我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意义，因为成年人最大的成熟不是后悔，而是接受。接受过去发生的一切，接受已经做出的选择，接受人生没有标准答案。赵丽颖如今拥有令人羡慕的事业成就，冯绍峰则拥有相对平静的家庭生活。如果一定要比较谁赢了，那其实谁都没赢，也谁都没输。他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，一个继续攀登高峰，一个停下来欣赏风景，仅此而已。写在最后，5年前，他们结束了一段婚姻，5年后，他们都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赵丽颖依然在剧组奔跑，冯绍峰依然在陪伴孩子成长。有人追逐梦想，有人守护生活，两种选择都值得尊重。或许最好的前任关系，不是复合，不是互撕，更不是彼此较劲，而是在各自的人生里活得越来越好。当年那段感情已经落幕，但他们的人生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未来的赵丽颖会达到怎样的新高度？冯绍峰和周林佳能否修成正果？时间会给出答案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赵丽颖式的事业人生，还是冯绍峰式的家庭人生？你觉得两人当年离婚最大的原因是什么？如果时光倒流，他们还有机会走到最后吗？你认为赵丽颖如今最大的魅力是事业成功，还是人格成长？冯绍峰被称为爹界天花板，你认可这样的评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娱乐深度解析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并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我们一起关注最新娱乐热点，解读明星背后的真实人生故事。